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终于来了，32集权谋剧要播了，诚意王劲松飙戏，我敢说此剧必爆。当谈及古装剧和权谋剧的时候，你最先会在脑海中浮现出哪一部呢？或许最先映入人们脑海的是《琅琊榜》。这部剧在豆瓣平台上收获了令人瞩目的9.4分超高评分，同时也成为了极具广泛影响力的热门剧集。还有人将其与《庆余年》联系起来，《庆余年》的热度可谓极高，剧中的所有人物都纷纷参与其中，从而引发了一股极为热烈的追剧热潮。权谋剧虽然难拍，但却容易出爆款，待播剧中也有几部权谋剧值得关注。例如由肖战领衔主演的《藏海传》，程毅领衔主演的《英雄志》。然而，这两部剧集始终都处于毫无动静的状态，反倒率先等到了另一部剧集的相关讯息。《长安24记》正式向外界宣告了杀青的相关事宜，与此同时，也发布了杀青特辑。这部剧的演员阵容极为稳固，主创团队也极其强大，极具潜力成为能够和《琅琊榜》相提并论的权谋大剧。剧情跌宕，氛围波谲云诡。《长安24记》展现了在文成年间之际，淮南县的主簿谢淮安被帝王萧武阳派遣前往京城去铲除奸佞之徒。在这过程中，历经了各种各样的波折，最终成功地粉碎了严凤山妄图分裂国家的阴谋。从预告片以及梗概的结合情况来看，这部剧具备两大看点，是最值得人们予以期待的。一是权谋群像。权谋剧最为显著的看点，在于各势力之间那种潜藏着、默默涌动着的博弈较量，而这部崭新的剧集亦是如此，并未有例外情况。帝王萧武阳颁布了一道诏令，将谢淮安调遣至长安，使其成为自己用以对抗奸邪佞臣的犀利利器。虎贲将军严凤山不甘心大权旁落，于是以藏兵相做掩护，拥兵自立。从表面来看，仿佛是被无奈牵扯进混乱局面的谢淮安，他所道出的在复仇的征程里，我绝对不能允许任何一个仇人拥有好的结局，这句话似乎也在暗暗地显示出他存在着别的意图。在预告片中，那如小山般堆积的士兵尸体，以及被炸弹炸得宛如焦炭般的废墟，着实让人难以直视。通过这样的场景，权谋斗争以一种具象化的形式被展现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群像的塑造让剧情的层次得以进一步丰富，把个人、家国等元素融入其中，进而使主题得到了提升。二是打戏真实。在众多古装剧之中，其打戏往往呈现出一种胡乱飞舞的镜头景象，同时还伴有毫无实际效果的慢放情形，以至于根本无法清晰地看到一个完整的招式。然而，让人感到极为意外的是，在权谋剧当中，竟然能够看到那种足以令人热血沸腾的打戏。红衣杀手在围困中撑住杀过来的人一跃而起，落地的时剑刃扫过四周，动作干净利落。剧中的打戏除了有力量感和观赏性，视觉冲击力也不小。刀剑狠狠地刺入躯体，从下巴部位径直穿透头颅，顺着颈部一路划过。就在那转瞬之间，鲜血如同喷泉般急速地飞溅开来。干脆利落的打斗戏让人看得酣畅淋漓，极为逼真的画面能够让人心生胆寒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各方势力拼死较量的激烈交锋。能够将权谋的大戏呈现得如此精彩至极，导演李磊确实有着难以磨灭的功绩。他执导的《龙岭迷窟》获得了8.1的豆瓣高分，并且还担任了《怒晴湘西》的动作指导工作。这部剧由他进行掌控，至少在动作场面这一块是完全不用有担忧的。程毅领衔，老戏骨加盟。权谋剧里的角色具备较为深沉且复杂的品性，
因此演员的表演发挥状况会对剧情的发展进程产生直接性的影响。而针对这部剧的选角事宜，用豪华来形容是极为恰当且并不过分的。第一位，程毅。在那些拥有众多流量的年轻演员当中，程毅的实力算得上是极为突出，超越众人的。凭借《琉璃》中与司凤这一角色而崭露头角，在《莲花楼》里所饰演的李香怡也获得了诸多观众的认可。新剧中，程毅饰演了谢怀安，有勇有谋，心智坚定。谢怀安背负着极为沉重的血海深仇，在那预告片中，他俯身静静地凝望着一片草地，那眼泪就如同决了堤一般夺眶而出。他的目光之中满满都是愤恨与悲痛，那神情所散发出来的感染力极其强烈。在整部剧中，男主占据着核心的位置，而由程毅来担当主要角色，这让人感到十分安心。第二位，刘奕君。刘奕君的表演技艺毋庸置疑。《琅琊榜》中他演绎的反派谢玉有血有肉，开端中他饰演的张警官也真实松弛。不管剧情的优劣情况如何，刘奕君在对角色进行塑造这一方面，都充分地展现出了相应的精准度。在这部新剧当中，他极为出色地饰演了萧武阳这一角色。仅仅是那脸色凝重，同时目光灼灼地伫立在那里，就营造出了一种让人难以捉摸、难以洞察的神秘氛围。独自手持宝剑，静静地坐在大殿之中，即便周围空无一人，却好似有千军万马紧紧跟随在身后般的从容不迫与镇定自若。那处于上位者所散发出来的那种高傲且自信的气场，被刘奕君演绎得极为恰当且精准。刘奕君这次又要塑造出经典角色了。第三位，王劲松。资深戏骨王劲松无疑在国产剧中堪称黄金配角，于《风吹半夏》《南来北往》《城中之城》等诸多剧中都能够寻觅到他的踪迹。而在新剧中，王劲松饰演了吴仲恒，他头发花白，但状态却没有一点萎靡。虽然还不了解这个角色的身份，但是他在剧中却是非常重要的人物。把这个角色交给王劲松来演绎，是完全可以放心的，完全没有任何需要担忧的地方。此外，在这部剧当中，张涵予、黄觉、韩童生、倪大红等一众具备深厚演技实力的演员，以及经验丰富的老戏骨们的参与，格外引人关注。仅仅凭借这般豪华的演员阵容，就完全能够让人们下定决心去追这部剧了。权谋剧在国产剧的范畴里一直都有着它的存在，从未缺位过。从《康熙王朝》这部作品开始，而后过渡到《琅琊榜》，紧接着又到了《庆余年》，权谋类的剧集在迎合观众喜好这一方面发生了转变，构建出一个虚构的朝代来取代真实的历史。如此一来，便有效地缩减了剧情所面临的限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喜剧元素的巧妙融入，以及新颖元素的精心添加，为原本较为庄重的权谋剧注入了大量的精彩之处，促使其展现出全新的活力与生机。不过，不管权谋剧的风格产生怎样的变动，对于剧情的逻辑以及人物形象的用心打磨，一直都是最为重要的部分。从预告这一角度来看，这部《长安24记》在剧情质量以及演员阵容方面都能够被称作达到了顶级水准。只要能够顺畅地予以播出，这部剧毋庸置疑将会成为庆余年之后的又一部引人瞩目的爆款之作。32集权谋剧要播了，王劲松诚意飙戏，我想说，爆款剧来了。提到古装权谋剧，你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哪一部呢？也许有人会立刻想到豆瓣评分高达 9.4 的《琅琊榜》，它可是成为了现象级的爆款。也有人会想到热度超高、全员参与的《庆余年》，这部剧掀起了一阵追剧狂潮。权谋剧虽然拍摄难度大，但却常常能出爆款。在待播的权谋剧里，有几部是值得关注的。
像肖战主演的《藏海传》，程毅领衔的《英雄志》。不过，这两部剧一直没什么动静，反而是《长安24记》先传来了消息，他官宣杀青，并且发布了杀青特辑。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强大，主创班底也很厉害，有望成为和《琅琊榜》一样优秀的权谋大戏呢。精彩剧情。长安24记的故事发生在文成年间，淮南县主簿谢怀安被帝王萧武阳调入京城，目的是铲除奸佞，最终粉碎严凤山的列国阴谋。从预告片和故事梗概来看，这部剧有2个特别值得期待的看点。首先是权谋群像。权谋剧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各方势力暗中的博弈，这部剧也不例外。萧武阳一道诏书，把谢怀安调进长安，让他成为对抗佞臣的利器。虎贲将军严凤山不甘心失去大权，就以藏兵相卫掩护，拥兵自重。而看似被迫卷入乱局的谢怀安，那句复仇路上我见不得任何一个仇人有善终，似乎暗示着他另有目的。预告片里堆积如山的士兵尸体，爆炸后的废墟一片焦炭，这些画面把权谋斗争展现得很直观。而且群像的塑造让剧情层次更丰富，个人、家国等元素的融入也升华了主题。其次是真实的打戏，很多古装剧的打戏都是镜头乱飞，无效慢放，看不到完整的招式，可在这部权谋剧里却能看到让人热血沸腾的打戏。红衣杀手在围困中抵住冲过来的人，然后一跃而起，落地时剑刃扫过四周，动作干脆利落。剧中的打戏不仅有力量感和观赏性，视觉冲击力也很强。刀剑刺进身体，从下巴穿透头颅，从颈部划过，顿时鲜血飞溅。流畅的打戏让人看得酣畅淋漓，真实的画面也很震撼，展现出各方势力生死搏斗的场景。这都要归功于导演李磊，他执导的《龙岭迷窟》豆瓣评分8.1，还担任《怒晴湘西》的动作指导，有他把控这部剧，动作场面肯定没问题。强大阵容。权谋剧里的角色往往深沉复杂，所以演员的表现直接影响剧情走向，而这部剧的选角堪称豪华。程毅在流量小生里算是实力出众的，他凭借《琉璃》中的雨丝凤崭露头角，在《兄弟楼》中的李香怡也得到很多观众认可。在新剧里，他饰演谢怀安，这个角色有勇有谋，意志坚定。从预告片中能看到谢怀安俯身对着草地，眼泪夺眶而出，目光中满是愤恨和悲痛，感染力很强。作为男主这个核心人物，程毅挑起大梁，让人放心。刘奕君的演技是大家公认的，他在《琅琊榜》里演的反派谢玉有血有肉，在开端里演的张警官真实又松弛。不管剧情如何，他对角色的塑造都很精准。在新剧里饰演萧武阳，只是面色凝重，目光灼灼地站着，就有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。独自持剑坐在大殿中，哪怕周围没人，也有千军万马在身后的那种从容。上位者的高傲自信被他演绎得十分到位，他又要塑造经典角色了。老戏骨王劲松可是国产剧的黄金配角，在《风吹半夏》《南来北往》《城中之城》等剧中都有他的身影。在新剧里，他饰演吴仲恒，虽然头发花白，但状态一点也不萎靡。虽然还不清楚这个角色的身份，但他来演肯定没问题。此外，剧中还有张涵予、黄觉、韩童生、倪大红等实力派演员，就冲这个阵容，这部剧就值得追。